大家好，我关止，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60多年前的一件神秘事件。这件事发生在1959年，地点是苏联。当时有9名登山队员在攀登一座名为尔伦山的时候，突然神秘失踪了。当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几人均已死亡，并且死相还相当的凄惨。那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今天关之就给大家讲讲。在1959年2月2日，几名乌拉尔技术工艺学院校友组成的滑雪队来到了乌拉尔山脉，准备为721天的登山之旅。这些成员中，年纪最大的有37岁，最小的21岁，8男2女共10人。他们1月27号正式出发，在经过7天的旅程，于2月2日来到了距离出发地大约81公里的尔伦山。但就在准备登山时，一名叫做尤里尤丁的队员因为生病不得已，只能放弃这次登山，而剩下的9名队员则选择继续登山。而在登山之前，队长与尤里约定好，他们大约会在2月12日返回，如果晚了2天，让他也不用担心，到时候会给他发送电报报个平安。可到了12日，尤里并没有收到电报。起初他并不在意，以为他们是因为某些事耽搁了。但一天天过去了，尤里依然没有任何关于登山小队的消息，这让他有些急了。他猜测可能是他们忘记这件事，于是便发送电报去他们家里询问情况。结果他们家人表明几人并没有回来。终于在2月20日，在登山队亲友的催促下，第一支由老师和学生组成搜救队展开了搜救行动。经过6天搜索后，搜救队在半山腰上发现了他们废弃的营地。而当看到帐篷那一刻，原本还抱有一丝希望的搜救队心彻底的凉了，因为这个营地显然已被废弃，被雪半覆盖的帐篷从里划开的豁口，散落在帐篷内的衣服鞋袜似乎都在表示几人可能遇到了某种袭击，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就逃了出去。后来根据对周围的调查，人们发现一组脚印向着东北的方向而去，于是他们向东北方向进行延伸搜索，并在1500米外一片森林边缘的红松下率先找到2具尸体。这2具尸体均是赤身裸体，只穿着内衣，由此可见他们逃跑的时候有多么匆忙。此外，在地上还有一堆灰烬，旁边的树上也有树枝被折断的痕迹，这让他们判断几人在逃到这里之后曾生火取过暖。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究竟是遇到了什么才让他们落荒而逃呢？如果真遇到了危险的话，在这里取暖似乎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并且对周围的脚印进行检查时，也并没有发现过搏斗过的痕迹，也没有外人进过营地，更没有发现大型猛兽的足迹。那他们究竟是遇到了什么？这个让众人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而此时另一队搜索人员也在帐篷和树林之间这段路程中发现了3具尸体。从他们3人死亡的姿势来看，3人似乎想返回帐篷，但却没有成功。而经过验尸表明，这5人都是死于低温，也就是被冻死的，只有其中1人颅骨有骨折的现象，但那却不是他的致命伤。至于最后4人，是在冰雪融化后才被搜救队在更远处一个山沟找到的。而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可以看出，他们之所以能够走这么远，那是因为他们扒下了较早死亡同伴的衣服。但他们的死因不同于其他5人，死相可以说是极其凄惨，一个头骨被击碎，2个身上有多处骨折，最后1人更是失去了舌头和眼睛。但从现场的痕迹来判断，周围依旧没有打斗的痕迹，并且根据法医所讲，想要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需要非常强大的外力，而这个力度不会小于一场车祸。更让人不解的是，在相关人员对他们衣服做了实验后，竟然发现他们含有高水平的放射性物质。此外，几人的脸色也有些异常，仿佛被暴晒过一样，头发是灰白一片，而似乎这也是说明了他们生前接触到过辐射物。但这辐射物究竟从什么地方而来，这个就没人能说得明白了。并且还有小道消息称，除了这9名登山队的成员以外，他们还发现了1男1女2具尸体，死亡的时间大概与9名登山队员相同。但因为这件事太过于离奇了，怕引起人们的恐慌，就把这2人的消息隐瞒了下去。当然了，这些都是小道消息，可信度有多少这就不得而知了。而也因为这件事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所以到最后调查组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滑雪队因为不可克服的自然力量而死亡，就草草结束调查，并把这份档案列入了机密文件。尔伦山也被当地政府封山3年，禁止任何人登山。可以说整个事情的发展经过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但比较让人狐疑的是，在90年代这份调查报告公布的时候，里面的一些内容不知道是谁做了手脚，竟然消失了。那么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9人死亡，还让这份报告成为了机密文件，并且还封杀3年？这一切背后可能另有原因，因此人们猜测他们很可能是闯进了军方的秘密实验，因为他们的衣服上以及变成灰白头发、被灼烧的皮肤都支持这个说法。此外，更进一步的内脏化验在文档中不知为何没有公开，这就有些可疑了。而除了这个说法外，网上知识比较高的还有2种说法。这第一，雪崩，这也能解释他们直接割开帐篷逃命，甚至连衣服也顾不上穿。但从工作人员对现场的勘查来说，周围并没有雪崩的痕迹，而这个说法也解释不了他们身上的辐射是怎么来的。第二种说法是官方做出解释，在1990年，对于这起案件，首席调查员伊万诺夫曾经谈到，他说1959年2月至3月之间，在案发地区曾出现过多次发光的不明飞行物，并有距案发地50公里外的另一队探员队表示，在尔伦山上空，他们曾经看到过一些漂浮的光球。因此，伊万诺夫猜测，可能就是这个光球造成众人的死亡。看到光球出现那一刻，他们来不及穿衣服就逃到了森林边缘，见安全就再停下来。而那几个死相比较惨的队员，可能是受到了光球爆炸波及，这才落了一个惨死的下场。当然了，这一切也只是一个猜测，而真相可能就在那几份失踪报告中。但很显然，这个谜团永远也解不开了。好了，我叹为观止，那我们下期再见。